程毅这次演的不是人，是一把想做人的刀。他说了一句话：那些无辜的人与妖因为弱小，真的没有资格活下去吗？各位，怎么说呢？今天这期我想慢慢讲。一个被当成刀养大的人，有一天突然问出这句话，你不觉得这事儿特别疼吗？其实想想，一把刀问无辜的人有没有资格活，他要先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伤害无辜，才说得出这句话。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觉醒，而觉醒对兵人来说是禁忌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打算聊天地剑心的剧情，也不聊 CP， 更不打总分。我就盯着一件事说，程毅演的王权富贵，眼睛里到底藏了什么？一件事说透。说到底，这是我最近半年看仙侠剧里让我反复回想的一个角色。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脑子里浮现的是富贵垂眸的那一帧。不夸张。咱们先把兵人这个设定捋一下，不捋清楚，后面程毅的演技分析你听不进去。道门最强兵人，体内藏纯至阳炎，这个术语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，简单说，就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阳属性能量，本来是天地异象，结果被道门当成武器培育在一个人身上，也就是富贵。他从小不被当作人养，被当作什么呢？一件趁手的兵器。不能有情绪，不能有偏好，不能有依恋，更不能有自己的判断。指令下来，执行。执行完了，归位。你说这残忍不残忍？我跟你讲，这种设定在仙侠剧里其实不少见，什么被门派养大的杀手，被改造的傀儡，但大部分剧本写到这一步就停了，停在他很惨这一层。富贵不一样，富贵这个角色的妙处在于，他不只是惨，他清醒，他清楚自己是什么，他清楚他不该有的那些念头是哪里冒出来的，他还清楚一旦那些念头被发现，他会被怎么处置。可他还是有了那些念头，这就不是惨的问题了，这是悲剧的问题。行，接着说，这种角色对演员来说难在啊，难就难在演无感情很容易，板着脸放空眼神，台词平铺就行。但富贵不是无感情，他是有感情，但必须压住。一个压字，把演技难度直接拉到地狱级。压得太紧，观众看不见你心里有戏；压得太松，人设就崩了，不像兵人了。中间那个度，全靠演员自己拿。所以现在咱们说诚意。我先说清楚，这部分是我个人解读啊，凭印象说，如果细节记错了，评论区指正。我盯着富贵看了好几集，我发现程毅在这个角色里，至少在眼睛这一件事上藏了3层东西。3层，一层一层垒上去的。第一层是服从，兵人的本能，指令来了，眼神先空一拍，像是接收信号，这是机器的反应，不是人的反应。程毅这个空拍处理的特别细，不是放空，是短暂离线。两种东西差一点点，但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第二层是困惑，这一层最难，也是我觉得程毅最厉害的地方。什么叫困惑？就是他执行完任务以后，会有那么半秒钟，眼神里冒出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不是悲伤，不是后悔，就是一种很纯粹的，咦，我刚才那个反应是什么？他自己都搞不懂自己。一个兵人是不该有困惑的，因为困惑意味着思考，思考意味着，啊对了，我得先说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。克制型角色在仙侠剧里其实一直是高难度区。早些年很多演员演这种角色，演成了面瘫，原因就是没演出困惑这一层。空有壳子，没有壳子里的人。行，现在回到富贵。程毅在那半秒里干了什么？眉头几乎没动，但眼皮抬了一下又落下来。就这一下，告诉你他在自我审视。一个被训练成不能自我审视的人，在自我审视。这就是裂缝，这就是这个角色所有戏剧张力的起点。第3层是渴望，这一层只在他看青铜的时候出现，不是爱情那种渴望啊，至少不只是，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。
像一只从来没见过太阳的动物，第一次看到光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他知道他想要。他自己的眼睛是被训练来看猎物的，不是看人的。是青铜让他第一次用人的眼睛看了一回世界。这三层眼神系，服从、困惑、渴望、诚意是层层叠加的，不是切换的。同一个镜头里，三层东西可以同时在。这个能力，搁这说一句不夸张的，是高手级别的处理。说到这儿我得停一下，因为网上有种声音，下面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有种声音说，程毅又演了一个冷面深情男，跟司凤一模一样，没什么突破。我想了挺久这个问题，表面上看确实像，都是少言寡语，都是眼里有戏，都是悲剧底色。但你细品，司凤是哪一年的来着？2019年那次，等等，不对，是2020年。我查一下啊，对，2020年8月琉璃开播。司凤的悲剧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悲剧，他想反抗，但每一次反抗都被命运重新按回原路。他是被动的悲剧主角，眼神里的那种痛，是我无可奈何的痛。富贵不一样，富贵的悲剧是主动选择反抗的悲剧。他明明可以一辈子当那把刀，没人会怪他，连他自己都不该怪自己，但他偏要去问那些无辜的人与妖，真的没有资格活下去吗？他不是被命运推着，他是自己往悬崖走。眼神里那种东西，是我知道前面是死路，但我还是要走的东西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悲剧路径。你看到的像，是因为程毅在两个角色里都把克制这件事做到了极致。但你只要看进去，骨子里完全是两个人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开始也信了那个复制论，看了3集就觉得又来。但看到富贵开始质疑执剑的意义那段，我整个人都坐直了。我之前对这个角色的判断错了一半，这不是复制，这是进阶，是同一个演员把自己的优势，克制型角色的处理能力往更难的地方推了一层。司凤是 A 级难度，富贵是 S 级难度，懂行的都看得到。其实富贵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，不是他的悲剧，是他的理想。一个被当成刀养大的人，他心里装的不是仇恨，不是逃离，不是为自己讨个说法，他装的是人也好，妖也罢，这世间生灵万类，谁有天生该堕入轮回？你想想看，一个连人都没当过的人，第一个理想是让所有人和妖都不被生而判刑。这种理想主义怎么说呢？搁在2025年的仙侠剧里太奢侈了。这几年仙侠剧的男主越来越往权谋、复仇、黑化这些标签上靠，富贵这种心里有个天下的设定反而显得珍贵。所以网上还有种声音说仙侠剧审美疲劳了，我倒想说一句，审美疲劳，疲劳的不是仙侠这个类型，是仙侠剧里那些只会复制成功模板的本子。富贵这种本子不仅不疲劳，反而稀缺。这事儿不是演员能左右的，是市场周期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。恰恰是富贵这种角色出现，说明市场也在自己往前走。而程毅愿意接这个本子，本身就是一种选择。一个流量演员到了他这个 level， 完全可以继续吃老本，挑那种演什么火什么的安全牌。但他挑了富贵，一个内核失忆、外壳压抑、情绪几乎全靠眼睛的角色。这个选择本身就说明很多东西了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从司凤到英渊再到富贵，他选的角色一条线下来都是看着冷，内里翻江倒海的那种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一个演员在主动构建自己的演技坐标。行，说了这么多，我用富贵自己的一句话收尾。剧里有一句台词我反复回想，若强者执剑不问是非善恶，不为守护弱小，只为杀伐而生，那执剑的意义何在？一把被训练来杀伐的刀，问出执剑的意义何在？这一问本身就是富贵这个角色全部的悲剧和全部的光。程毅把这一问演成了什么呢？他没有声嘶力竭，没有怒目而视，就是眼神往下沉了一寸。
一个被训练的不该有疑问的人，在那一瞬间泄露了一个最大的疑问。懂他的人会懂。我就说到这，各位评论区见。